欢迎收看快乐故事会，精彩故事现在开始。录像里，新川带着2束花，开车离开喷泉广场，一路往东边走。本来正是8、9点城里热闹的时间，可他走的这条路却完全没有堵车，路上的车流也很少。我不认识这条路，只是看着两旁的街道越来越冷清，周围也没几辆车，我心里越发觉得不对劲。东市区一共就2间大医院，都是在繁华热闹的位置，从来没听说过这么冷清偏僻的地方有什么医院。看来毫无疑问，新川又骗了我。我心里一股怒火噌的一下就窜上了头，一脚把那束红玫瑰踹到地上，拿它撒气。但我还是压着火气继续看录像。我倒想看看新川到底去了什么地方，把花送给了谁。然而接下来录像里的景象越来越奇怪，那些低矮老旧的建筑物越来越少，原先不见人烟的街道渐渐被荒凉的野地取而代之。再往前一段，甚至已经没有了路灯，只剩下车灯勉强照亮着前方的视线。黑漆漆的公路上再也看不到其他的车辆，只剩下一些细小蚊虫挥着翅膀，纷纷往挡风玻璃上撞。看着车驶出了城区，往郊外越走越远，我心里的疑问越长越大。这到底是什么地方？新川到底要去哪里？我好奇地用平板查了查地图，心想，城东郊区难道还有什么地方能看夜景不成？可是我在地图上翻了半天，压根也没有找到什么值得新川大半夜带着花开车跑过去的地方，只有某某村、某某镇、某某山等等。突然，我的视线落在地图上的一个小红点，这是东郊方向唯一一处标记有建筑物的地方。我定睛一看，小红点的旁边显眼的4个字写着东宁墓园。墓园。看着这4个字，再看看行车记录仪录像里黑漆漆的荒郊野外，一时间我浑身长满了鸡皮疙瘩。无数可怕的念头从我脑中蹦出来，过去看过的那些恐怖片的剧情更是争先恐后的涌上脑海。我在看手机上的录像，顿时感觉这画面都像极了恐怖片的开头。一个深夜带着花之身驱车前往郊区墓园的男人，身上到底藏了什么不为人知的可怕故事？可嗨，我被自己乱七八糟的脑洞吓得不轻，连忙起身给自己倒了杯水。我一边喝水一边安慰自己，别胡思乱想，别怪力乱神，说不定只是个巧合而已，也许新川根本就不是要去墓园。定了定神，我才又提心吊胆地拿起手机。而这时，画面里已经不再是空荡荡的郊野，只见新川把车开进了一扇大铁门，门上好像有一块写着字的招牌，但车转得太快，我还没看清楚招牌上写了什么。于是我壮着胆子又把录像往回倒了倒，在新川进门的同时暂停了画面。这回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了招牌上的大字东宁墓园。新川不是本市人，他爸爸妈妈都在老家，在本市没有什么亲戚，平时来往比较多的都是大学同学和公司同事。我从来没听说过他有什么已经过世了的朋友，所以他大晚上一个人带着花去墓园做什么？我切换了车内的录像，新川在下车时带上了和红玫瑰同时买的另一束花。我终于看清楚了那是什么花，一束白菊。和那束红玫瑰放在一起的时候，这束白菊显得越发惨白单薄。新川抱着花下车，行车记录仪对着空无一人的墓园大门，再没有了其他动静。我吓得立马关掉了录像，生怕画面里会蹦出些什么不干净的东西。放下手机，我转头再看那束被我踹到地上的红玫瑰，心里只觉得瘆得慌。新川昨晚到底是去给什么人扫墓？为什么我跟他在一起7年，却从不知道他还有一位已故的朋友？联想到我之前在家找到的那件沾血的衬衫，无数可怕的猜想不受控制地从我的脑子里往外钻。一时间，连安静的家里也莫名染上了几分诡异的气氛，让我背后一凉。我紧张的几乎听到了自己的心跳声，甚至觉得眼前有些天旋地转。我一把抓过遥控器，打开电视，让家里热闹起来。
听着电视里新闻直播的声音，那种害怕的感觉果然顿时消减了不少。我沉沉舒了口气，起身想再倒杯水冷静冷静。这时，只听新闻里女主持人字正腔圆地报道：近日，我市警方侦破一起重大谋杀案，犯罪嫌疑人刘某因感情纠纷对前妻王某怀恨在心，于是伙同女友赵某闯入王某家中，将王某残忍杀害。我市警方在调查此案的过程中，发现犯罪嫌疑人刘某在3年前曾以同样的手法杀害过当时与其交往的女友孙某，手里的水杯哐当一下落在地上，摔了个稀碎。我两腿一软，跌坐在地，手掌被碎玻璃划伤了一道口子，锥心的疼痛反复刺激着我混乱不安的意识。可我脑子里现在只剩下一个念头：新川，他手上该不会真的沾了条人命吧？我把杂物间翻了个底朝天。昨晚我回家的时候，新川他正在杂物间里找什么东西，可一见到我就匆忙关起了柜子。这举动真的很可疑。我那时没有追问他在找什么，就是不想打草惊蛇。他昨晚走得匆忙，想来他原本要找的东西应该还在这杂物间里。我一定要把那东西找出来，看看新川他到底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。抱着这心思，我爬高下低，翻箱倒柜。包扎起来的右手使不上什么力气，严重影响到了我搜查证据的进度。大约花了2个小时，我终于把杂物间里里外外检查了一遍。可是除了一些乱七八糟的旧衣服、旧家电，这里什么也没有。我一无所获，不甘心地坐在地上生闷气。看着乱糟糟的杂物间，我脑子里猛地一激灵，突然想到了一个可能被遗漏的地方。咯吱咯吱，我费了好大的力气，好不容易终于把柜子挪开了。果然，在柜子背后的缝隙里，散落了好几个落满了灰尘的信封。白色的信封，没有署名，没有邮戳，应该不是通过邮递寄来的，倒像是早些年上学的时候流行的那种手写情书。我坐在满是灰尘的杂物间里，把这些信封一个个拆开。起初，我以为这些信顶多不过是新川和张云欣之间的恋爱纪念，可我万万没想到，这里面内容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。第一封信：宝贝，对不起。我知道，我现在写下这些东西已经无济于事了，但我只能用这样的方式来忏悔我的过错。我不奢望你能原谅我。我只能祈祷你来世平安幸福。第2封信：宝贝，我昨晚做梦梦到了你，梦里你回到了这个世界，回到了我们的家。我多么希望这不是一个梦。第3封信：宝贝，今天是你离开的第3天了，我还是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，我很想你。第4封信、第5封信，整整10几封信，每一封的开头都写着一个同样的称呼：宝贝。我不知道这个宝贝究竟是谁，但是我认得这些字迹，这是新川的笔迹，干净工整，就如同他那个人一样。我最终也没能撑到把所有信看完，只是看到了第5封，我就已经彻底崩溃了。我双手控制不住地颤抖着，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啪嗒啪嗒往下掉。我不知所措，心里害怕极了。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，我对那个跟我一起生活了那么多年的男人根本一无所知。从那杯变了味的蜂蜜水开始，我原以为我发现了新川藏起来的天大的秘密，可我现在才知道，那药瓶、血衣远不过是冰山一角。那个让新川思念、忏悔、魂牵梦萦的宝贝，他到底是谁？我毫无头绪。从前，我以为我对新川的情史了如指掌。毕竟，从他大学和张云欣分手之后，他身边就几乎再也没有出现过什么女孩子，除了我。过去的许多年，我一直自视着这份独宠而窃喜。可现在，我想我应该高兴的是，我居然能在他身边安然无恙地活到现在。新川写的那些信的内容，像挥之不去的魔咒一样，一遍又一遍地在我脑海中徘徊。我把自己关在浴室里，试图用一个冷水澡让自己冷静下来，可我一闭上眼睛，眼前就全是他的笔记。宝贝，宝贝，我快要疯了，
我想要看完那些信，弄清楚这个宝贝究竟是谁，他到底是怎么死的，这件事和新川又有什么关系？可是我再也没有办法鼓起勇气走进那个杂物间。看着散落一地的白色信纸，我仿佛看到了一个穿着白衣服的女人正站在那里盯着我，眼看天色渐昏。我实在不敢一个人待在家里，随手抓起外套就落荒而逃。刚出门，手机上收到了闺蜜七七发来的微信：七七，安安，昨天多亏了你，豆包现在已经没事了。我哥让我一定邀约你出来，说是要请你吃饭，当面跟你道谢。怎么样，今晚有空吗？行，时间地点，我巴不得马上找他诉诉苦，想都没想就回复他。七七，7点，不见不散。七七，定位欢乐 KTV。看了看七七发来的定位，我愣了下，不是说吃饭吗？怎么直接就 KTV 了？我肚子还饿着呢。放心，饿不着你。这家是火锅 KTV， 快出门，让我们一起吃着火锅唱着歌，论吃喝玩乐，我是真佩服七七。我回了个 OK 的表情包，头也不回地往小区外跑。这逃命的架势，好像身后真有什么东西在追着我似的。想着晚上肯定会喝酒，我没开车，叫了个网约车。一路上，我靠着车窗往窗外看，心里始终惴惴不安。到地方下了车，我站在门口给七七打电话，电话没人接。我给他发了消息，等着他回复的时候，我四处打量了一圈。很奇怪，明明我是第一次来这儿，但总觉得这周围看起来很熟悉，而且这地方总让我有种不安的感觉。冬季天黑得很早，刚过晚上7点，天色已经完全拉下了夜幕。这条街不算热闹，除了这间 KTV 之外，只有一家便利店还亮着灯。我站在门口等得有点着急，但七七一直没接我电话，也不回复消息。我想了想，正准备给陈飞扬打电话，就听到他的声音从后面叫我：江安。哎，怎么就你一个人？七七呢？我转头看到陈飞扬独自一人正朝我走过来，不见七七的人影。陈飞扬反问我：七七还没到吗？他应该比我先出门的呀。我还以为你俩都在等我了。没有，我给他打电话也没人接，他不会出什么事了吧？我有些担心。陈飞扬拿出手机，我再给他打个试试。他一边说着，一边给七七拨了过去，还是没人接。莫名的，我心脏一阵紧揪，像是突然有一只手用力地捏住了我的心脏，闷痛不已。我难受地皱起眉头。陈飞扬脸上露出几分担忧的神色，这小丫头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连电话也不接。要不我们去她家找找，可别是出事了。行，那就过去看看吧。陈飞扬点头同意了我的提议，带头往前走。走吧，我车停在那边巷子里。你开车来的？也许是因为担心七七，陈飞扬大步走得很快。我心里一阵忐忑，总感觉事情哪里不太对劲，但也没时间多想，连忙跟上他的脚步。我们一前一后走到巷子口，陈飞扬转身对我说：巷子里没灯，你就别进去了。我把车开出来，你在这儿等我一会儿。好，我点头，站在巷子口等他。我看着他快步走进眼前的巷子，高高瘦瘦的身影渐渐被黑洞洞的老巷子吞没。我不安地等在原地，旁边一盏老旧昏暗的路灯将我留在地上的身影拉得很长。看着地上的影子，我不自觉地皱起了眉头。为什么这样的场景竟让我感觉似曾相识？我感觉自己好像来过这个地方，但在我的记忆里却怎么也找不到相关的片段。我努力回想，脑海中隐隐浮现出一些零星的碎片，仿佛我曾在一场梦境中见过这样的场景和画面，而且我知道那一定是一场噩梦，因为我明明什么都想不起来，却已经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从心底生出的恐惧和抗拒。哟，美女，一个人呢？我还没等到陈飞扬，却先等到了一个令人厌恶的声音。两个看起来喝得醉醺醺的流氓出现在我面前，眼神猥琐地直勾勾打量着我。
其中一个男的挤眉弄眼地对另一个说：“啧啧，这小妞长得真俊呐，是爷们的菜。”另一个冲着我轻浮地笑道：“美女，一个人多没劲儿啊！走，跟哥哥们一块玩去。”醉汉一边说着，伸出手就想来拽我。我用包狠狠打开他的手，厉声道：“滚开，不然我报警了。”哟，小娘们儿还挺凶，老子就喜欢这款。没想到那醉汉不但一点都不怕我的威胁，反而越发气焰嚣张。我还没来得及反应，只见他狞笑着朝我伸出手，一把将我拽了过去。来，乖乖陪哥去好好喝几杯，别给脸不要脸，放开我，混蛋！两个流氓拽着我就走，那只脏手像一把坚硬的铁钳一样，牢牢地钳住我的胳膊，让我无法挣脱。情急之下，我一边抄着包对他们拳打脚踢，一边冲着巷子里大喊：“陈飞扬，救我！陈飞扬！”我的呼喊声回响在寂静的老街上。只要陈飞扬不是个聋子，他早该听到我的声音了。可是我却迟迟没有看到他的身影，他就像是真的被那条黑漆漆的巷子吞噬了一样，了无回音。我无助地被那两个醉汉拖着往老街的另一头走，街上空无一人，像一座死城。我拼命地挣扎、喊叫，眼前一片冷清，只有几盏闪烁的街灯回应着我的求救声。这一刻，无尽的绝望和恐惧随着萧瑟的冷风灌进我的身体，几乎将我的每一块骨头都冻成了寒冰。恐惧化为深入骨髓的凌寒，凝结了我身体里流淌的血液。我呼救叫骂的声音渐渐开始颤抖，挣扎的手脚变得僵硬，每一次动作都越发无力。听到我的喊声里多了一丝恐惧的哭腔，两个醉汉脸上的表情竟变得更加狰狞扭曲。我看到他们相互对视了一眼，好像达成了某种共识。随即，他们调转了方向，竟拖着我往旁边黑胡同里走了进去。不要，放开我！我当然知道，接下来在那漆黑的胡同里会发生什么。我就像是一条躺在砧板上待人宰割的鱼，用尽了全身力气奋力挣扎，想要反抗这悲哀的命运。可这样的挣扎根本无济于事。我挣脱不开他们的脏手，连站都无法站稳，只能趴在地上，被人连拖带拽地往黑暗深处拽进去。肮脏的胡同里，坚硬的石子毫不留情地划伤我的膝盖和小腿。可这些伤口的疼痛却远远比不过我内心承受的屈辱。当那只脏手撕开我的衣服，唰的一声，同时也撕毁了我的理智和自尊。我再也哭不出声音，也没有力气再反抗挣扎。我就像一具没有了灵魂的木偶娃娃，麻木地坐在潮湿腥臭的暗巷里，等待着接受这无法违背的命运。然而，就在我彻底绝望的前一刻，我听到一个无比熟悉的声音：“安安，混蛋，放开你们的脏手！”新川，我以为我产生了幻觉，我怎么可能会在这里听到新川的声音？可这声音却无比清晰地落在我的耳中，如同一针强心剂，再次唤醒了我的求生欲。我爆发出了身体里仅剩的一点力气，猛地推开了凑在我面前的醉汉。我转过头，借着外面街上昏暗闪烁的路灯，我居然真的看到了新川。他逆着光朝我而来，稳稳接住了醉汉挥向他的拳头，然后狠狠一拳将对方打倒在地。另一个醉汉也叫骂着向他扑了过去，但却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三两下的功夫，那两个人已经抱着肚子趴在地上打滚求饶。新川笔直挺拔的身影站在他们面前，像极了电影里无所不能的超级英雄。一切发生得太快了，以至于我甚至分不清楚这究竟是现实还是我濒临崩溃的幻想。直到新川来到我面前，小心翼翼地把我从地上抱起。我听到他温柔而急切的声音，真真实实地落在我耳边：“安安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是我来晚了。”新川看着眼前新川的脸，我突然感觉脑袋里一阵嗡嗡作响，下一秒，好似有一枚炸弹在我的脑子里爆炸了一样，砰一声巨响，天昏地暗。我做了一个噩梦，梦里我被两个醉汉拖进了漆黑的死胡同。我拼命地反抗挣扎，
用力咬了其中一个人一口，咬掉了他的耳朵。那人捂着血淋淋的耳朵，恼羞成怒。只见他掏出了一把锋利的匕首，狠狠捅进了我的肚子。救命！我尖叫着从梦中惊醒，一身冷汗，眼前白花花一片，鼻息间一股刺鼻的消毒水味。这里是医院。安安，你终于醒了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我听到了新川的声音，转过头，我看到他焦急地站在我的病床边，脸上写满憔悴。看着他，我脑中凌乱的记忆渐渐拼凑起来。我回想起了昨晚发生在 KTV 门外那条老街上的事，记忆和梦境杂乱交错。我猛然低头掀开被子，看向自己的小腹。庆幸的是，我的肚子上并没有什么伤口，只有一道以前阑尾炎手术留下的旧伤疤。原来噩梦是假的，我确实遇到了流氓骚扰，但新川及时赶到，救了我。我没有咬掉谁的耳朵，也没有被人捅伤。安安，你还好吗？新川再次出声，拉回我混乱的意识。我定了定神，回答他：我没事。我一开口，才发现自己的声音干涩沙哑，嗓子里火辣辣的，烧得难受。我正想问新川讨杯水喝，还没说话，水杯已经递到了面前。先喝口水吧。新川关切地看着我，眼里满是心疼。我接过水杯，还是热的，却不烫手。也许是劫后余生的人总是更容易被情绪支配。我顿时感觉眼眶一酸，眸中瞬间湿润了。但我努力忍住了眼泪，最后还是没有在新川面前哭出来。看着手里的水杯，我明明口渴的难受，却又有些犹豫。事到如今，我已经没有办法再放心地喝下新川递给我的水了。而眼前的这个男人，在不久前还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信任的人，多么讽刺！我的犹豫落在新川眼中，让他沉沉叹了口气。他没说话，接过杯子，自己先喝了一大口，然后才又递给我：喝吧，不烫。我和新川之间仿佛多了一道无形的墙。昨晚发生了那样的事，本来现在应该是我最需要他的时候，可此时此刻，看着坐在床边的他，我心里却只觉得害怕。我缓过神来，那些乱七八糟的杂绪也跟着回到了脑海。我一看到新川的脸，就控制不住地想起杂物间里那些信，那些写给宝贝的信。我没敢直接质问新川那些信究竟是怎么回事，我怕他知道我发现了他的秘密，会杀我灭口。这念头听起来有些荒唐离谱，可我心里真的是这么想的。现在的新川，在我眼里就是一个藏满了秘密的杀人犯。我还年轻，还不想变成下一个让他写信忏悔的宝贝。我把空杯子还给新川，抬头看他时，眼里多了几分戒备。以新川那敏锐的心思，他一眼就能察觉到我的异样。他心疼地皱了皱眉，轻声安慰我：安安，别害怕，事情都已经过去了。那2个人已经被警方抓住了，不会再有人伤害你。你放心，我会一直守在这里，陪着你。看来新川把我戒备的姿态当成了昨晚那件事的后遗症。看得出来，他努力想要让我安心。说话时，他仔细地替我掖了掖被子。可我现在害怕的根本不是什么流氓，而是他呀。在他俯身靠近我的瞬间，我心里早就喊了几百次救命，可惜谁也听不见。我感觉自己全身都因为紧张而绷得很紧，一双拳头藏在被子里，死死攥住床单。好在新川只是替我掖被子而已，并没有多余的动作。当他起身远离的那一刻，我后背已经完完全全被冷汗湿透了。看新川又坐了下来，一点也没有要走的意思，我不自觉地皱起眉头。我看了看墙上的钟，小心翼翼地问他：你今天不用去上班吗？你出了这么大的事，我还上什么班？新川拧了拧眉，面色凝重：这2天我请了假，会一直在这里照顾你，你安心休息吧。听新川这话的意思，他不仅今天不打算走，可能好几天都得跟我寸步不离了。就这还要让我安心？真不知道他安得什么心。此时的我简直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。我满心祈求着，有没有好心人能来救救我。
大概是我的心声起了作用。下一秒，有人在外面敲响了门。你来干什么？新川起身去开门，见了门外的人，他语气很不友善。他这人平时对谁都是彬彬有礼，从来不会这么冒失。我好奇地往外张望，想看看到底是什么人能让他这么失态。果然，一眼就看到了被他挡在门口的陈飞扬。陈飞扬开口先说了句抱歉，昨天的事我也有责任。江安他还好吗？是想来看看他，没有别的意思。他在休息，你走吧。新川问都不问，就擅自替我下了逐客令。见状，我连忙大声喊了一句：来都来了，你就让人家进来坐一会儿吧。很显然，我这是毫不留情地拆了新川的台。他皱着眉头回头看了我一眼，眼神里带着不悦。可我没有办法，我实在是不敢跟他单独待在一起。见我都发了话，陈飞扬便不客气地越过新川，直接推门走了进来。他带了一些水果，把东西放在旁边，才拉了把椅子在我旁边坐下。江安，实在对不起呀，我昨天临时在车上接了个客户的电话，我真的没想到，就那么一会儿功夫，居然会发生那种事。你说完了没有？陈飞扬开口刚说了2句，新川就着黑着脸打断了他。我知道新川是不想让陈飞扬再在我面前提起那些不好的事，但他对陈飞扬的态度实在是太差了。我诧异地看了他一眼，总觉得他对陈飞扬似乎有种强烈的敌意。难道还是因为上次我喝醉了，被陈飞扬送回家的事情吗？被新川这么对了一句，陈飞扬只得讪讪把没说完的话咽了回去。他叹了口气，改口：总之，你没事就好。这几天你就好好休息，等你出院了，我再请你吃饭，赔礼道歉。吃饭就不必了。新川再次打断陈飞扬，希望陈先生以后能和我太太保持距离。新川，你有必要吗？看着新川接连2次对陈飞扬这么失礼，我实在忍无可忍。毕竟陈飞扬怎么说也是我好闺蜜的哥哥，而且之前还帮过我。新川现在这么小家子气的做法，让我觉得有点丢脸。见我生气，新川张了张口，像是想要辩解什么，可最后还是欲言又止。病房里顿时被一种莫名的尴尬气氛笼罩起来，搞得谁都不自在。见状，陈飞扬先起身打破这局面：不好意思啊，打扰你们了。我看我还是先走吧。哎，你看陈飞扬要走，我连忙想叫住他，可又觉得说什么都不合时宜，只得作罢。新川这回倒是积极，主动跟上陈飞扬：我送你出去。不等陈飞扬婉拒，新川上前一步替他拉开了门，俨然一副不容置否的架势。看着2人一前一后离开，我心里总觉得有些不安。我知道新川不会无缘无故对陈飞扬这么客气，他和他一起出去，一定是有什么话要跟他说。故意背着我，肯定不会是什么好话。我心里越想越好奇，犹豫了一会儿，我蹑手蹑脚地爬了起来，凑到门口：你到底接近他什么？你想多了，我只是不是你，真的是意外。病房的门隔音还不错，透过门上的小窗，我能看到新川和陈飞扬就站在门外，离我不过几步远，可我却听不清楚他们到底在说些什么。我竖起耳朵仔细地听，努力从门外吵闹的杂音里分辨着他们的声音，可我听到的越多，就越觉得心里发毛。我警告你，你离他远点。他现在已经那些事情，你别再，是吗？你的意思，可我为什么要？他已经承受了，你不应该，别再来找他了。新川，你太自私了。七七的事，难道你永远都瞒着他？你根本不懂，我好不容易才让，这是最好的结果。新川和陈飞扬好像在争执些什么，我费了好大劲才听到几句，听得断断续续。从那些话里，我只能猜到他们争执的事情和七七有关，而且这件事情新川一直向我隐瞒着。可是明明新川和七七根本不熟，2人见面的次数也是屈指可数。有什么和七七有关的事情，会是他知道可我却不知道的？事情越发复杂的令我害怕。
这时，我从小窗户看到两人不欢而散，新川蛇身朝病房走了回来。我连忙钻进了旁边的洗手间里，关上了门。下一秒，新川开门进屋，见我没在床上躺着，他朝洗手间问了一声：“安安，你在里面吗？”我肚子疼，上厕所。陈飞扬走了吗？我尽量自然地回应他。新川嗯了一声，没有再提陈飞扬，转而问起我肚子饿不饿，想不想吃什么东西。听着他的语气，我猜他应该没有察觉到我刚才躲在门后偷听，这才松了口气。我借口说想喝粥，把新川支了出去。他走后，病房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我紧张的神经终于能够休息一会儿。回想着刚才听到他们说的那些话，我脑中不停胡思乱想，心里忐忑不安。我万万没想到，新川隐瞒的秘密竟然会和七七有关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一时间，我忽然感觉自己身边的所有人都变得不可信了。我本以为七七是我现在唯一可以诉苦的对象，可现在看来，谁也靠不住。想到那一个又一个解不开的谜团，我眉头紧紧揪成一团。正犯愁时，手机突然接连响了好几下。七七，安安，我听我哥说你昨晚差点出事了，你现在怎么样？还好吗？七七，实在是对不起呀。我昨天本来都要出门了，结果家里水管突然炸了，把我厨房全淹了。我忙着收拾那些烂摊子，所以没接到你电话。七七，你现在在哪家医院？我一会儿下了班就过来看你。想吃什么尽管说。一连几条消息全都是七七发来的，他配了一大串道歉的表情包，隔着屏幕我都能看到他着急的模样。我想了想，回复他：我没什么，本来还担心你呢，你没事就好。哎，别提了，我就差没在自己家里被水淹死了。七七秒回，又配了个夸张的表情包。没等我再回他，他又紧追着发来好几条，催着让我告诉他我住在哪家医院，说是下了班要过来看我。我心想，之前几次都没跟他见上面，今天要是能见一面聊聊也好，说不定还能试探出一些关于新川的事。于是我把医院的位置发给了他。七七连发3个 OK 的手势，向我保证他一下班就飞奔过来。我拿起手机正要回他，可脑子忽然一怔，生出一个疑问：那么陈飞扬是怎么知道我住在哪间医院的？新川很快就买了粥回来，还带来了一个老同学。老同学一进门就十分热情：江安，好久不见啊！我听新川说你受伤了，伤得不严重吧？好点了没？林哥，你怎么？我一头雾水地看着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老同学，向旁边的新川投过一个疑问的眼神。新川把粥打开放在我面前，解释道：我刚才在楼下碰见了林哥，林哥说一定要来看看你。是啊，我正好来医院给我爸送饭，一上电梯就看到新川了。哎呀，这么多年还是这么帅，头发是一点没掉啊，不像我，你看看我这发际线都快。林哥，坐下喝杯水吧。很明显，这老同学是个话痨。上大学的时候他就一直这么热情，毕业这么多年也没变。新川看出了我脸上的无奈，倒了杯水，委婉地打断了老同学的喋喋不休。可老同学却一点都没察觉到气氛中的微妙，喝了口水又开始说个不停。我一边喝粥，一边听着老同学闲侃，心里莫名踏实了许多。至少多了一个人在旁边，新川就算有什么心思也只能憋着。还得谢谢老同学。这时老同学忽然问了一句：对了，江安啊，我记得你有个朋友是叫七七吧？之前在光裕传媒当设计总监那个。怎么了？听人提起七七，我点了点头，可瞥眼却看见新川脸色顿时沉了下去。老同学继续说，前阵子我公司要跟他们合作来着，本来都快签合同了，结果突然听说他们负责这个案子的设计总监出了事，好像说是林哥。我忽然想起件事，不等老同学把话说完，新川猛然一下站起来，冷不丁把人吓了一跳。老同学愣了愣：你这小子，有话就说呗，怎么还一惊一乍的？
我们公司有个项目，想问问你有没有兴趣。不过资料我放车上了，要不你跟我下楼一趟吧？行啊，可你那走吧，我们边走边聊。新川不由分说就拉走了老同学。老同学直到出门还是一脸懵，完全没反应过来话题怎么一下转得这么快。我看着新川脚步匆匆地从我的视线中离开，眉头再一次打起了结。太明显了，新川刚才的举动简直就是把心虚2个字写在了脸上。但凡不是个傻子，谁都能看得出来，他就是不想让老同学继续往下说下去，所以才这么生硬地扯话题，打断了对方。可是他为什么不让人家把话说完？仔细想想，老同学当时正好说到七七，还说什么七七出了事。我脑子里倏然一闪，猛地想起前些天我在酒吧遇上陈飞扬时，他似乎也说过他是因为七七出事才回国的。还有刚才新川和陈飞扬在门口说话，也提到了七七，所以七七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为什么好像全世界都知道这件事，只有我一个人被蒙在鼓里？不行，我一定要弄清楚七七到底怎么了。我想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没有人会比他本人更清楚。想到他答应了下班要来找我，我心里越发迫切地期待着时间能再跑得快一些。我总有种预感，只要见到了七七，一切就能拨云见日了。大约过了20分钟，新川回来了。我假装什么都没发生，随口问他：“你跟林哥这么快就聊完了？”他显然一副心事重重的模样。我想了想，又问他：“我感觉我身体没什么不舒服了，今天应该能出院吧？”不行，他不假思索，医生说了，你至少今晚还得住院观察，最快也要明天才能出院。哦，那你一会儿回去帮我拿套干净的衣服吧，再带一条毯子来。这被子太薄了，我怕冷。好，我回去拿。听到我主动开口让他回去帮我拿东西，新川脸上终于露出了一抹久违的温和笑意。我猜他也许误会了我的意思，把这当成了我愿意再给他一次机会的信号。而他不知道的是，我只不过是想支开他，单独和七七见面。我掐着时间，心急如焚地等着七七。我记得他应该是6点下班，从公司赶过来，加上堵车也最多半个钟。可是都快要到晚上7点了，我还没等到他。我怕一会儿新川就快回来了，心急地给七七发消息：“下班了吗？”七七，烦死了，我那傻逼领导临时让我开会。七七，今晚可能要加班了。哭，七七，对不起呀，安安，我今天可能过不去了。要不周末我们再约，我请你吃大餐。又是一串道歉表情包扔了过来，让我顿时不知所措。我本来满心期待着和他见面，想从他口中找到事情的突破口，可惜期待又一次落空了。看着和七七的聊天窗，我不自觉皱了皱眉，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劲。仔细想想，最近几次我好像总是差一点就能见到七七，可却又每次都错过了。说起来，我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见到他了，难道他是在故意躲着我吗？但这也说不通啊，要是他本来就想躲着我的话，根本就没必要主动约我出去，然后再放我鸽子。还有，我记得他之前经常动不动就给我发语音条，或者打视频电话，可最近这几天，他发来的消息只有文字和表情包，这实在是有些不像他的风格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直觉告诉我，七七一定也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，说不定这件事情就是解开一切谜团的关键。我从医院偷偷溜了出去，无论如何，我今天一定要和七七见一面。新川已经回家了，他肯定会看到杂物间里我没来得及收拾的那些信。一旦他知道我发现了他的秘密，天知道他会做出什么事。我绝对不能继续待在医院里坐以待毙。在他找到我之前，我必须把事情全都弄清楚。留给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，想到这里，我焦急地催促司机加快车速。司机看我脸色苍白，身上只穿着一套单薄的病号服，在这天寒地冻的深冬里，冻得缩在车上瑟瑟发抖。
大概以为我刚从精神病院里逃出来。他一脚油门，闯了一个红灯，把我放在了萋萋的公司楼下。顾不上周围路人异样的眼神，我快步往大楼里走了进去。直到这一刻，我还天真的认为我要找的真相就在这幢大楼上。可我错了，我从这幢楼里得到的根本不是什么真相，而是又一个可怕的谜团。精彩故事下期更精彩，感谢收看。